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关于南海的局势啊，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美国的防长奥斯汀访问了菲律宾，而且他就是要和菲律宾加强军事上的这种联系，要求就是菲律宾答应他，美国要在这里修建更多的军事基地，扩建军事基地，要使美军长期的驻扎在这里。那么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军事上的这种要求不只是现在，其实从去年或者更早的时间就开始了。因为去年11月，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就访问了菲律宾，而且是去了巴拉望岛因为这是在南边，菲律宾南边的一个岛屿，特别靠近我们的这个南沙群岛这个位置。那么今年呢，就是国防部长又直接访问了这个菲律宾，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强美菲的军事合作。要使美国在菲律宾建造更多的基地，最起码要4个。那么美国为什么特别看重在菲律宾建造基地呢？因为它还是秉持冷战思维，一岛链的封锁。因为一岛链的位置呢，主要是从就是靠近俄罗斯这个方向的阿留申群岛，再经过日本列岛，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当然中间还有韩国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再往下呢，就到了就是南海这个方向，就到了菲律宾进行折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想通过第一岛链呢，把俄罗斯和中国的舰艇、飞机都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那这样一来，整个太平洋那都是美国的天下，那美国的安全就有绝对的这个保障。而它呢是在一岛链这个区域里边，比如说在日本、在韩国都建有军事基地，那它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前置到这些前面的军事基地里边来威胁相关的国家。那现在菲律宾这个方向呢，它本来是做越南的工作，想把越南的金兰湾重新拿到手，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越南没有答应。那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呢，就找到了菲律宾，想在菲律宾呢建造更多的基地。如果这个他在菲律宾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一个呢是在就是吕宋岛这个方向。这个吕宋岛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菲律宾呢是靠北部，也就是靠近我们台湾岛的这个位置。那如果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基地呢，它可以就是一方面对台湾岛、台湾海峡进行把控，还有呢就是对38海峡、巴士海峡、巴布亚海峡、巴林塘海峡这是进出太平洋和南海的重要的通道，那就可以把控住这里边。再有呢，就是靠南边的就是这个巴拉望。巴拉望呢，它很靠近我们的南海、南沙。那如果美军在这里建了军事基地，它的飞机、舰艇从这里到南海去横行霸道，或者是到南沙这个方向呢进行侦察挑衅呢，那它就比从关岛从日本的基地要派飞机、派舰艇，那这个要驻留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呢经济上要省得多。所以呢，你看它这个在菲律宾建设基地，一个是要在南海把美军的这些军事力量平台放到这里，再有一点呢，它是整个的就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呢，前段时间由于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签了这个南海宣言、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就是要排除域外的国家。美国显然和日本都是域外的国家，那他不甘心被排除在外，所以如果把军事基地建在菲律宾，那么他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就在南海存在。他可以说我在这里航行不自由我在这里飞行不自由他就成了一个好像是域内的国家了，他就可以在这里边兴风作浪，就可以呢就是利用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就是岛屿主权争端还有海上划界争端这些事情呢来制造矛盾、挑拨矛盾，来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在这儿的存在来挑动周边的国家就是发生这种冲突，所以达到美国的这种目的。所以我们看他到这个南海、到这个菲律宾来，并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不是为了友谊而来，不是为了菲律宾的安全而来，而完全是推行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推行美国的就是他的这个所谓亚太的战略那我们看他下一步很有可能呢，还要就是寄予
就是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因为他想拿这个越南的金兰湾，越南没有答应。那么苏比克湾呢，靠近就是我们的台海啊这个方向。那他要如果在这里边，苏比克湾驻泊美国的这个核动力的航母、潜艇，包括这个舰载机，那它可以更有效的，或者说可以更大力度的干涉台海，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显示美军的这个军事力量。还有呢，就是控制3·8海峡。那我们看到啊，这可能就是美国下一步的这个企图。那我们现在就是通过美国的这些行动可以看到啊，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对南海、对我们周边的这种军事威胁和这种抵近的侦察，以及一系列的就是把控海洋就把控了世界。这个理念美国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所以通过就是美国防长访问菲律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美国的企图和意图。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